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一筆 MSAI 學習頻道。就在2024年的4月2號 ，Google 發表了全新的 Gemma 4模型家族。但這可不只是又一個新模型問世而已哦，你知道嗎？這次的發表更像是一場 AI 界的寧靜革命。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？因為Google 這次不只是秀出了他們最強大的開源 AI， 他們是直接把整個引擎的鑰匙啪一聲交給了全世界的開發者。而這把鑰匙，說真的，才是這次發表最震撼的地方。一個完全寬鬆，還讓你拿去做生意的 Apache 2.0 授權，這真的可以說是徹底改變了整個遊戲規則，讓頂尖的 AI 技術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了。好，那今天這支內容我們會帶大家來一趟深度之旅。首先 Gemma 4的登場到底有多震撼？接着我們會鑽進它的核心技術裡，挖挖看到底藏了什麼好料，然後聊聊最實際的，就是我們到底能怎麼用它。再來把眼光放遠一點，看看它在整個 AI 發展的大趨勢裡代表了什麼意義。最後呢，當然我會幫大家畫好重點，然後一起想想看下一步是什麼。好，那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一部分 Gemma 4的華麗登場。我想先強調一下哦，這次的重點真的不只是技術本身有多強，那個授權條款同樣重要，甚至可以說它才是真正的權力下放，才是這次革命的核心。你看這段話，他就把 Apache 2.0 授權的意思說得非常清楚。以前呢，很多號稱開源的模型，其實都藏了很多但書，你知道嗎？像是你可以用哦，但不准你拿來跟我競爭哦。但這次完全不一樣了，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不管你今天是誰，你是獨立開發者、做研究的學者，還是一間公司，你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把 Google 這個最頂尖的開源模型拿走，你可以去改它、去微調它，甚至直接用在你的商業產品上，完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。這才叫真正的自由，對吧？這等於是為整個 AI 社群的創新直接打開了一扇前所未有的超級大門。OK， 那聊完了震撼的授權，我們就來鑽進去看看 Gemma 4的肚子裡到底藏了些什麼黑科技。Gemma 4這一次呢，一口氣推出了4款模型，你可以把它們很簡單的分成2大類。第一類我們叫它邊緣模型，就是你看表上的 E2B 和 E4B， 它們超級輕量，就是設計來在你的手機平板上跑的。第二類就是比較重量級的工作站模型 26B 和 31B， 性能更猛，適合在個人電腦或伺服機上發揮。你看這個表格，規格差異很清楚，但這裡有個超有趣的細節，你有沒有發現？注意看哦，只有那2個輕量的邊緣模型原生就支援音訊處理，這背後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像是語音助理這種應用，它需要在裝置上馬上反應，對吧？所以這個聽的能力 ，Google 就直接把它內建在最輕便的模型裡，這設計思路很聰明。好，在我們繼續比較模型之前，有一個關鍵字一定要先搞懂，就是 MOE， 中文叫做混合專家模型。你先不要管技術細節，把它想象成一個超強的專家團隊，而不是一個什麼藥都自己來的孤獨天才。團隊裡呢，有一個像是總機或路由器的角色，專門負責分派任務。底下還有一大群各有所長的專家。所以當一個任務進來的時候，這個總機就很聰明，他會說：這個任務找你還有你這幾個專家來處理就好，而不是讓整個團隊幾百個人全部都動起來。懂了嗎？這就是精髓。所以你看，這個對比就非常清楚了。左邊這種傳統的密集模型，像是那個 31B 的版本，它就是我們說的那個孤獨天才。不管你叫它做什麼，它都得動用它全部310億個腦細胞，超級累，運算成本也超高。但是右邊這個 26B 的 MOE 模型呢，它就是那個精英團隊，它底下有128位專家，雖然總規模也很大，有252億，但是處理任何一個任務只需要啟動其中大概38億的參數就夠了，這就厲害了。這讓他的大腦聰明程度逼近那個310億的大模型，可是呢，運算速度卻跟一個只有40億參數的小模型差不多快。你說這效率是不是高得嚇人？Gemma 4還有一個我覺得超酷的功能，叫做原生思考能力。這可不是什麼 prompt 咒語技巧哦，這是直接寫死在模型架構裡的功能。很簡單，開發者只要在系統提示的最前面加上這個 think 的標籤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。模型在給你最後答案之前，它會先在內部自己一步一步的進行邏輯推理。
這就好像我們叫 AI 在回答問題前，先在旁邊打個草稿，把思考過程寫下來給自己看。這樣一來，它給我們的答案不只會更可靠、更有邏輯，我們也更能知道，哦，原來你是這樣想的。再來看看它的多模態能力。Gemma 4這次的升級，就像是幫它裝上了更敏銳的五官。首先，全部4款模型都擁有超強的視覺，它們不只看得懂文字、圖片，連影片都能一幀一幀的去解析，特別是在看文件、讀圖表這方面表現得非常好。但更有趣的設計又來了。只有 EB2 和 E4B 這2款最輕量的邊緣模型額外被賦予了聽覺，也就是說，只有它們能直接處理你的語音輸入，做即時的辨識和翻譯。你看，這又一次證明了 Google 的設計分工是非常明確的，對吧？好，講了這麼多酷炫的技術，最重要的問題來嘍。所以呢，這些東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、學習還有工作上，到底能幫上什麼忙？第一個，我覺得是殺手級的應用。你的私人文件分析師，你想象一下哦，你手上有公司的敏感財報、客戶資料，或是一些絕對不能外流的研究報告，你現在可以直接在你的筆電上把這些東西丟給 Gemma 4，叫它幫你分析、做摘要、回答問題。因為整個模型都在你電腦裡跑，所以你的資料一步都沒有離開過你的電腦。這根本就是把超強的 AI 功能跟絕對的隱私安全完美的結合在一起了。如果你是開發者，那這個消息簡直就是天大的福音。你可以把你的電腦直接變成一個完全離線的 AI 程式碼副駕。這代表什麼？就算你人在飛機上，或是在一個網絡訊號爛到爆的地方，Gemma 4照樣能陪着你，幫你寫扣、抓 bug， 給你建議。你的生產力從此再也不用看網絡的臉色了。在教育領域，這也是一個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。Gemma 4那些輕量的邊緣模型，因為可以在裝置上自己跑，所以要打造個人化的學習工具就變得超級容易。你看，像 Google 他們自己展示的那個 AI Venture 教育遊戲，就是一個超棒的例子。它完全可以在手機或平板上離線運行，然後創造出一個可以跟你即時互動的 AI 學習夥伴，還會出動態的謎題給你解。這種沉浸式體驗對學習者來說真的太酷了，而且還不用網絡。好，聊完了實際應用，接下來讓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，從一個更大的格局來看看 Gemma 4的出現在整個 AI 發展的趨勢中，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？這背後其實是 Google 正在下的一盤大棋。這張投影片，我覺得真正有趣的地方來了，它揭示了 Google 一個非常精明的雙軌 AI 戰略。很多人可能會以為 Gemma 4是要跟他們家最強的雲端模型 Gemini 3.1打對台，其實完全不是，他們是完美的互補品。你可以把 Gemma 4想象成一把超強的瑞士刀，它專門在你的電腦本地端運作，保護你的隱私，最適合處理那些需要快速反應、一直要用到的任務。而 Gemini 3.1呢，它就像是雲端上的超級重型機具，你透過 API 去使用它，專門用來處理那些最複雜、最帶規模的推理工作。你看，針對不同的工作 ，Google 現在給了你2種最適合的工具。好，那問題來了，這個本地端跟雲端2條腿走路的趨勢，對你我這些使用者和學習者來說，到底意味着什麼？有什麼好處？其實啊，好處是全方面的。首先，我們對自己的資料有了前所未有的掌控權，因為很多以前得上雲端才能做的事，現在在自己電腦上離線就能搞定。再來，最頂尖的 AI 技術不再被鎖在昂貴的 API 後面了，我們一般人也能擁有更強大的免費工具。這也代表整個開源社群現在可以站在 Google 的肩膀上去加速創新，而最直接的當然就是省錢啊！運行強大 AI 的成本大大降低了，我們再也不要為每一次 API 呼叫心驚膽顫地付錢了。這才是一個真正讓 AI 普及化，讓所有人都玩得起的未來。好，那影片到這邊，我們來快速幫大家畫一下今天最重要的3個重點。第一點，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，授權即是革命。你一定要記住，這次真正的 game changer 是那個完全開放，讓你隨便拿去商用的 Apache 2.0 授權。這等於是 Google 對全世界說，來，我最強的工具送你，去創造點了不起的東西吧。第二點，高效又多才多藝，記住幾個關鍵字。MoE 架構讓它用小模型的力氣發揮大模型的智慧。MoED Think
標籤，讓他擁有更可靠的思考能力。再加上能看、能懂、還能聽的多模態感官，根本就是一個全能小夥伴。第3點，互補而非競爭。別再把 Gemma 4當成 Gemini 的對手了，他倆是隊友。一個是你的隨身瑞士刀，保護你的隱私；一個是雲端的重裝武器，處理大任務。未來不管什麼場景，你都有最適合的 AI 工具可以選。那麼最後未來會是什麼樣子？這一次 Google 把這個問題的答案交到了我們每個人的手上。當 Google AI 引擎的鑰匙現在就握在你手中時，你第一個想打造的東西會是什麼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我想將由整個社群，由你由我，我們一起來書寫。如果這份解析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忙按讚、訂閱及分享哦。我們下期影片見，拜拜。